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个周主任这么年轻啊？是的。我们还是拿着报告再去3院问问看吧。周主任，方便聊2句吗？去我办公室吧。开着吧。周主任，我听说您要把我换掉，有什么误会吗？没有误会，我只是觉得没必要跟一个不讲信用的人合作。那看来就是有误会了，咱把话说清楚呗。你违背约定，你去找了梁美。啊，那是碰巧遇到。那还真巧。上次是碰巧得到了病人的信息，这一次碰巧遇到了病人家属，那你是不是还碰巧怂恿他去用左心辅助呢？我怂恿他什么？我确实碰巧看到鲁大东的亲戚在那为难他，我帮他解了围，然后他就抓着我问 ECMO 跟左心辅助的区别，我只是回答了问题，仅此而已。我是说了左心辅助对中末期患者的好处，但是我也强调了，一定要听医生的，毕竟他们是最了解鲁大东的，我没有任何引导。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职业跟身份？作为销售，你没有任何权利给病人家属临床意见。那不是临床意见，一，我没有歪曲事实；二，我没有偏颇引导，我只是做了客观解释而已。对你来说是客观解释，对梁美来说就是道德胁迫。你只要跟她说左心辅助优势更大，她能怎么想？但凡有一点办法，她只能选左心辅助了。如果是因为我的回答改变了他的想法，那只能说他一开始的初衷就不是为了省钱，而是为了让鲁大东得到更好的治疗。这不是你该下的判断。病人家属只要人能活着，花多少钱，哪怕倾家荡产都愿意，不需要有人去胁迫他。你越界了，你明白吗？嘿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打电话你也不接。高教授说你没去找他呀？我从来就没答应过要去找他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很想拜在他门下吗？我是很想，但我希望他收的是周晓峰，而不是谁的儿子。你知道了。哎呀，方阿姨人可和蔼了，她很惦念你，一直打听你的情况。我说要给高教授写推荐信，她一口就答应了，还说要亲自拜访高教授。亲儿子嘛，高教授肯定也会给面子的。哎呀，血浓于水嘛，哪有母子破不了的冰嘛？我觉得方阿姨她是真的很想跟你缓和关系，而且我觉得她人真的蛮好的，还说如果2年之后我读博需要推荐信，你听不懂吗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不想沾他的光。你放着方阿姨这么好的资源，干嘛不用啊？就因为父母离婚了，那她也还是你的亲妈呀。那又怎样？自从他抛弃我的那一刻，我就下定决心这辈子不再依靠他任何。你至于吗？这事关你的前途，你还在这儿自命不凡假清高。那是底线，你越界了。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你觉得我是做销售的，做什么事情都是有目的的。但这一次你真的误会我了，我们就是碰巧遇到，我只是作为一个好心人。你没有目的吗？你接触我，接触盛主任卖你的产品，甚至还敢碰我的病人，你没有目的？我找你找盛主任，那是我的工作范畴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但我不会再给你机会接触我的病人。欧阳经理，从今天起，东丽心内不欢迎你。周主任很享受这种生杀予夺的权利是吗？这种傲慢的感觉很爽吧？那都是你咎由自取的。从以前到现在，你的立场一直不纯粹，永远都是别有所图。只要对自己有利，所有人都可以成为你的垫脚石。那你呢？之前明明是你要跟方教授保持距离，现在呢，踩着自己母亲上位，好一个大义灭亲啊！论手段，我跟你比，是不是差远了呀？
周主任您好，我是护理部沈雅琴。沈护士长，您回来了。耽误您2分钟。请，请坐。我是昨天回来的，今天回医院上班，先过来跟周主任打声招呼。您喝点什么？不必客气。我一直期待跟您见面，培训那边都还顺利？还行，我来这儿是要先跟您赔个不是。我已经严厉批评过我哥了，前段时间呢，他给我发过信息，我就没理他。没想到他趁我不在医院，自己跑去您门诊去要求加号。我在区中医院看过了，有报告。周主任，给加个号呗。外面人没跟你说吗？周主任今天加不了号了。来，周主任，给帮忙看一下。不好意思，真的加不了。啊，沈护士长，跟你们都打过招呼了吧？我是他哥，她是我亲妹妹。周主任，先给我看一下呗。哎呦，你是护士长家属，你就能插队啊？这是我的号，你得排队呀。就是你怎么插队呢？你这人啥意思啊？谁要插队啊？就那大胡子插队。就是，咱这等了1个多小时了，在这儿。对呀，我们医院等挺小时了。大家安静一下，大家都有序的等排队叫号，好吧？人家凭啥他来插队啊？就是啊，出来。12号是吧？那你稍等我一下。沈先生，您这确实是冠心病，但进一步诊断还需要做其他的检查，今天实在加不了。小郭，给沈先生约一个后天的门诊。好的，主任。你的意思是，今天就不给我看了呗？请您回去吧。周主任下回再遇到这种情况，直接赶出去，不用留情面。我这人啊，最烦有人打着我的旗号攀关系走后门。小狼崽子，靠你娘的关系上位，你当个科主任，你了不起了你！走。当初明明是你要跟方教授保持距离的，现在呢，踩着自己母亲上位，好一个大义灭亲啊！哦，前2天小金他们那个事儿，是我们护士的责任，我已经内部通报批评，外加罚款300。回头我也会跟心外科的林主任汇报一声。小金他们也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，是不是批评提醒一下就可以了，罚款就不必了吧？等造成严重后果就晚了。没规矩不成方圆的，这次小惩大戒，让他们长长记性。这事儿我来处理，周主任您就不用费心了。行，那就听您的。您喝口水吧。哦，还有一件事儿，听说周主任要推行对贵州的持续援建，包括送人送技术。是，就等着您回来跟您商量这事儿呢。既然您说商量，那我就直说了。送护士过去我是反对的，援建呢肯定是件好事儿，但我也要考虑实际的情况。周主任大概对我们护理部的日常工作强度不了解吧？我们本来就缺人手，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在运转，实在是抽调不出时间再兼顾其他。护士长的意见我明白了，那就先放一放，我再琢磨琢磨。那您费心了，没事儿，我先走了。辛苦。回来了，回来啦，回来了。厨房有粥，我给你热一下。哎，不用了妈，我不饿。爸，家里还有感冒药吗？我今天出了好多汗，招风了，我怕我感冒传染给森林，你帮我泡一杯吧。哎，我给你妈啊。每天早上都过来查电表。好嘞，放心，我先去换鞋。
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不开灯啊？鲁大东情况稳定，林毅和小刘不在家，妈妈就沉醉在美景里也不理我，我只好投奔哥哥了呀。泡面还是海鲜味儿的双重杀手。你这荨麻疹爆发期不可以吃海鲜类的发物，你不知道啊？海鲜跟海鲜味儿还是不一样的。不行，还好我早有准备。我们一起吃披萨。你药涂过了吗？刚好用完了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我帮你涂。你是机器猫吗？自从你当上了科主任啊，每天忙得废寝忘食的，你也要顾好自己的身体啊。小然，我我是不是太理想主义？怎么了？我跟你说过，之前在贵州，我实实在在感受到，做了领导，我可以帮助到更多病人。我本来以为，回到东丽，当上科主任，我也可以干很多实事儿，搞一些改革。没想到什么都推动不了。而且得罪人的事儿，一件都没少干。得罪谁了啊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？你已经做得够多了，你们俩把自己过好就可以了。反正呢，得罪人的事儿林毅擅长，沟通协调交给我。我们既可以为你冲锋陷阵，又是你永远的后盾。谢谢后盾。这挺好吃的，什么口味？就是上次你在办公室说好吃的那个呀，特意买的。是这个吗？我以为是素的。是肉的。咱是乙方，
非要跟甲方掰扯个对错输赢，有必要吗你？我当时也是在气头上，我开着车转地铁又转自行车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，好不容易跑到了，我连口气儿都没喘，见着人了就开始兴师问罪，我怎么解释都没用，根本不听。是，咱们是乙方，乙方也有自尊心吧？自尊心？多少钱一斤？能当饭吃吗？明白。那他现在在气头上呀，等过2天的他消消气儿，我好好跟他道歉去，行吧？没机会了。早上张真又打电话，简单明了，必须换人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换人啊？凭什么？就凭不换人，所有的需求全部暂缓。行了，你别说话了啊！从明天开始，东丽医院转给齐强他们那组，你交接一下去。周晓峰是谁？皇帝啊！凭什么决定麦安培的人事工作？还有你，东丽医院是我好不容易磕下来的，你就这么过河拆桥？你什么态度啊？什么叫过河拆桥啊？是东丽心内科是你磕下来的，没错。但是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，人家周晓峰都明确要求了，你怪谁啊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不同意，你另谋高就去。行，那我要申请劳动仲裁。随便。妈妈，姥姥说我明天要去打怪兽了，我的武器准备好了吗？是您放心，妈妈都准备好了，不担心啊。秦总，刚才是我错了，您别生气，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好不好？你不是要劳动仲裁吗？哎呀，你知道我这个人嘴比脑子快，我就是不长心。您真的别生气了，你也帮我想想办法。现在知道错了，那跟甲方怎么不低头服软啊？我服，我现在恨不得360度一个滑跪，直接到甲方面前。可那有用吗？我就是个小喽啰，我被换掉了无所谓，但你得为公司想想呀。周晓峰就一句话说要换人你就换，那以后呢？会被拿捏的死死的。那我都让张真回复周晓峰了，那不能出尔反尔啊。那你交接总有个缓冲期吧？1个月至少是不是？半个月，就半个月。我可以跟东丽那边说，这2个星期是你的交接期，能不能挽回就看你自己了。能，半个月行。你们家的情况我是了解的，我就是看你不容易，才一直给你机会。这次你可得吸取教训了，还当自己是医生呢？咱们在医生面前永远都是下位者，而且新上任的主任对这些更是特别敏感。你跟他呲牙，太拎不清了吧？确实是我拎不清，我一定跟周主任好好道歉。下次脾气上来的时候，先打开手机银行，看看账户余额，清醒清醒吧。真是的。谢谢你啊，秦总。欧阳经理，我是真没办法。那天主任明确说了，我来医院第一件事情就是通知你们秦总换人。他说了，
已采购的继续，新需求暂缓。以我对主任的了解，这件事情呢，真的很难有转圜的余地。还是这么死脑筋啊！不好意思啊，连累你了。我倒没什么，但我很好奇啊，你那天是说了什么得罪他的话？他发那么大的火？我哪敢得罪他呀？你别说周主任了，每一个医生护士我都非常尊重，真的是一个误会。我那天火急火燎的赶过来了，也有点着急上火，可能说话不太周全。张医生，你是周主任身边的人，你帮我想想办法。周主任一旦决定的事情，别人很难改变他主意的。不过有一个人说的话，他应该能听得进去。我查完了，我们最近有2个瓣膜病人的产品和 ECMO 病人的耗材用的是你家的，数据我可以给你打出来，但是病人的私人信息呀，我还是得根据隐私保护要求给抹去哈。理解。对了，那个隐私保护承诺书还签一下。走，跟我来。姐，辛苦你了，咱俩加个微信吧，以后免不了多打扰您。我提前跟您确认一下，您方便的时间我再过来。行，没问题。你下次来啊，也像今天这样，提前在小程序啊，提交申请。我们现在纪律很严的。来，你扫我，扫你。我扫你，姐。姐，一会儿还得麻烦你帮我把这些奶茶给大家伙发一下。哎呀，不用那么客套。这不是客套，我知道 GICU 是最辛苦的，我还老来麻烦你们，给大家买点奶茶正常。你看，压住。哎呀，你还懂我们的玄学呢？多少懂点。行，那就谢你吉言，以后别再花钱了哈。你下一次啊，还是要记得提前申请，有的简单数据我发你就行。谢谢姐。哎，小然下班了啊？来杯奶茶呀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我刚点了咖啡，正要去取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56号拿铁。好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范医生，好巧啊，我刚才在监护室就遇见你了。你在忙，我就没好意思跟你打招呼。你是麦安培销售经理欧阳达。之前在方教授手术的时候咱们见过，是周主任介绍的。你好。您下班了吧？能不能耽误您5分钟时间？3分钟也好。方医生，我真的不是周主任说的那样，为了销售钻进钱眼里去撺掇梁美。我这个人容易冲动，有时候嘴比脑子快。我看到梁美那么无助，我真的是没忍住，就多嘴回答了几个问题。但是我一直非常客观，而且强调一定要听医生最后的定夺。但是作为医药器械的代表，你应该非常清楚，你是不能随意和私下接触病人和家属的。是我行为失当。我理解周主任为什么这么生气，毕竟我以前也是当医生的。你之前也是医生？我在6院神内，不过已经辞职1年了。那是6院的优势科室啊，怎么就离开临床了？说来话长，简单点说，我家里出了点变故，现在只能靠我一个人。如果我一直临床，就没有时间照顾家里。另一方面，资金上也确实是个很大的困难。我知道周主任他很讨厌别人去找他的家人，我如果不是走投无路，不会来找你的。你知道我跟周主任的关系，这应该不是秘密。所以，你是想让我去帮你说说情？是。如果我失去东丽这个业务，下个月我只能拿基本工资，我根本没有办法养家糊口。这份工作能不能保得住，都还不一定。我承认，我做错了，但我认为罪不至死吧。我一直要跟他解释，想跟他道歉，但他不接电话，也不回微信，连一个机会都不给我。抱歉，欧阳经理，这个忙我可能没办法帮你。我跟周主任虽然是兄妹，但在医院我们首先是同事，我不能干涉他的工作决定，大家都是公事公办的。
希望你能理解。我也是病急乱投医才过来耽误你几分钟时间。没关系。方医生，我还有一个请求，麻烦你帮我把这份资料给周主任。你能不能再帮我个忙？周主任赠送设备原件贵州，联系人是老刘吧？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吗？你要老刘的联系方式做什么？我答应过周主任一些事情，我希望自己可以说到做到。我跟麦恩培的合作伙伴们都说好了，以后像培训啊、课会这样的免费项目都会优先考虑咱们贵州的基层医院。这份免费培训名单是我了解了贵州医院的需求整理出来的。如果我现在给他，他可能会觉得我在跟他讲价谈条件。你放心，你不用为我说任何一句话，只需要把这个交给他就行。至于用不用，全在他。我就是不想浪费这次机会。行，谢谢。还有，如果您有什么产品上的问题，您随时可以问我，我会站好最后一班岗。方便加个微信吗？啊，可以。我扫您。打扰了。没事。怎么了？那松鼠。有松鼠？你别吓到它。哦。是师傅松鼠，它的腹部是红褐色的。森林，别影响医生叔叔工作啊！没关系的。小外孙逃着呢。小朋友好厉害啊！哦。叔叔，您看。我妈妈还跟我说，松鼠会根据食物供应的规律来调整它们的作息，所以有些住在城市的松鼠会赖床，但是医院的松鼠很早就起了，因为医院的早晨是从6点钟就开始了。你连医院的作息都知道？森林，姥姥叫我们了，医生叔叔，再见。哎，别跑，别跑，不能跑！跟你说过了吗？慢慢走。1、2、1，听见了吧？啊，1、2、1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1、2、1，1、2、1，跟你说了多少？慢点，慢点。我们已经落地了，那么着急找我，想去哪儿给我接风啊？食堂怎么样？我 OK 啊。行，我一会儿就回去，别食堂啊。非常好。我马上过来，等我一下。又是我。哎呦。哎，你妈妈。哎呦，妈妈来了。妈妈，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妈妈跟你说什么来着？妈妈，慢慢来。妈妈打完怪兽了吗？是不是要带我去打怪兽了？谢谢森林等妈妈，咱们走吧。我刚才看见松鼠了，一个医生叔叔差点把它吓跑了。哦，什么医生叔叔啊？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叔叔。我还要一个土豆烧牛肉，一个茄汁鱼片，还要扫完了。真没意思！我大老远回来就只能吃食堂，而且还不能让我随便吃。哥哥难得有空请你吃饭，你就知足吧。小瑞怎么样？徐教授团队给了他很多鼓励，干细胞疗法也让他看到了希望。反正起码在海南，他都挺开心的。那就好。那你看我实现复查指标，我们再判断要不要再过去一趟。那他开心死了。哎，那个3只病变的病人，咱们争取这周把手术给做了吧。可以啊，到时候我把手术排班表直接发你，你来决定。鲁大东，他什么情况了
ECMO 上机之后好转了不少，估计4、5天之后就可以尝试脱机了。那么快？嗯，那很好啊，真不愧是我的女朋友。哥，那欧阳达来找我了，他找你干啥？就让我帮他说情呗，但我没答应啊。他让我把这个转交给你。欧阳达，是不是就是那个给何雪妹送球囊的医药代表？嗯，他找你求什么情？他私下去找过梁美了，然后哥哥让麦安培把他换掉。欧阳达，欧阳妲己，什么父母会给女儿起这样的名字？达，其实，在妲己之前，妲这个字有非常美好的寓意。我爸妈当时给我起的名字叫欧阳娟，在登记户口的时候他们写错了，不过我还挺喜欢这个字的，至少能让人过目不忘吧。其实“达”这个字，在妲己之前是有别的意思的。有吗？反正我只知道妲己、纣王、封神榜嘛。那个小猴子从云彩掉下来了。哦，不是，他被坐在小鸟身上。请欧阳森林到2号诊室就诊。该森林了，快！妈，你们不了解他，他这个人就是不择手段的。啊？你们之前还有其他交集吗？她是我大学前女友。啊？不是，你和他，你当过纣王？什么时候啊？大学。不对啊，你大学时候的女朋友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你入学之前早就分手了。那也没听其他的师哥师姐提过呀。我们不喜欢高调，就没有太公开。那后来呢？没什么后来，分手之后就没联系了。不过听说，他毕业不久之后就结婚了。结婚之后，很快又离婚。啊？哦，所以他跟我说，家里出了些变故，才离开临床的。这个剧情我看过了。妲己穿越回现代，偶遇婚变，手刃渣男，是不是？你每天这么忙，什么时候看这些乱七八糟的剧情？我没看，我刷小视频呢。很好。森林这次表现得非常好啊，我们可以靠一个小红花了。森林啊，跟老爷到药房去取药，好吧？看看这回是在几号窗口？我要3号，每次都不是3号。好。这里的毛毛就是3号。主任，森林他最近活动耐力有所下降，经常会觉得疲劳出汗，不会有什么影响吧？你们有按液体的摄入限量和食谱的要求管理森林的日常饮食啊？那当然。哦，那就不必担心。腺心病啊是持久战，其实你们已经控制得很好了。我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我只知道，我刚从贵州回来，他就来医院找我了。这个我也看过，《纣王妲己穿越千年再续前缘》，这完全是大女主的剧本啊！少看点没营养的，很好看呀。所以我说他不择手段。我刚说要换人，他立刻去找小人说情。总而言之，这么敏感的关系，还是应该保持距离。哥哥现在身份不一样了，要守好边界，我也帮你守好边界。还有你啊，你就是我的边界，方边界。好难听啊！不过，
有件事情我想很严肃的问一下你，周晓峰，你究竟有几个前女友？这么感兴趣？要不我说一个，你说一个？可以啊，你至少已经有一个了，而我一个也没有。一个也没有，一个也没有，一个也没有。哎，对了，哥，月月从中国回来了，你们有联系吗？人家有男朋友了。啊？她什么时候交新男朋友了？怎么没告诉我？所以哥，你这2年都没有再遇到喜欢的人啊？这2年也没人喜欢你。你说这就奇怪啊，仪表堂堂的，就是没人喜欢。哎，我点 VC。你看，当个官儿，饭都吃不了，当有什么意思啊？不但没人喜欢，还有谁喜欢你啊？还有谁敢喜欢我啊？是不是？武成何东亮，你说咱俩把一双儿女都送进了985，可怎么就教不好洋洋这个臭小子？他到今天白日依山尽都背不下来。咱不动气啊，不动气，别紧张啊。主任，乔医生，朱老师。朱老师，今天这是什么手术啊？3支血管弥漫性病变，林主任 make up， 周主任右冠 PCLA 同台进行，这是他们2位最经典的 hybrid。哎呦，这老爷子都70了，这又是高血压、糖尿病，胸骨还骨质疏松，所以 hybrid 能避免胸骨愈合不良，既能让病人少吃点苦头，术后恢复的也快。这就是剑道队合体的价值。真好啊！盛主任，宋主任。小峰，你和小林这次的这台 hybrid 手术做得特别成功啊！院办都收到了来自病人家属的感谢信，说你们的联合门诊和手术给病人带去了极大的方便。来，谢谢孙院，谢谢孙院长。是，我知道科室之间的安排合作比较复杂，需要时间，我也不想老是给盛主任添麻烦，所以我就想让我跟临沂的剑道队先往前迈进一步，先动起来。也算是给联合门诊做一个试点吧。想法很好，行动力也很强。说起联合门诊，周主任这边的细化方案，盛主任，你有什么想法和顾虑吗？咱们可以一起讨论讨论。啊，孙院，不好意思，我最近科里真的太忙了，一时顾不上看。我抓紧时间消化，然后回头跟周主任再碰一碰。联合门诊呢是个好事情，就是操作起来的确需要你们2个科室克服困难，通力合作。盛主任，你年资深，经验也更丰富，在这样的创新合作面前，你可得多出力。要是没有弄好的话，你的责任可更大。是，我一定尽我所能，我要跟周主任共同成长，共同进步。我还要跟周主任学习呢。盛主任过奖了。联合门诊也好，未来其他的合作也好，把东丽心脏中心继续发展壮大，是我即便要离开东丽了，
也不变的心愿。崔院，您真要调离啊？其实这件事情已经传了很久了，之所以一直没有说，是因为组织上到最近才刚刚最终确认。你们2位呢，是科室的主任，我这也算是给你们俩提前打个招呼。崔院长，您要调去哪里？去6院。6院的楚院长要退休了，崔院，这是高升啊！这里我先恭喜一下。啊，谢谢谢谢。来继任我工作的是3院的王之峰副院长。盛主任，我记得王院是你的老师对吗？是我住院医室的老师。多少次抉择，不过是在兑现一场梦。当初的执着，像一首还没唱完的歌。我回来看看世界，还有多少善恶在焦灼。你在哪儿，我就知道，风雨只是经过。栀子的心跳从来不曾示弱，一双双手缝合在破碎的心河。那数过的伤口，触摸过的黑暗，还是我们哭过，其实就要微笑着。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棱角留在最后顽固的紧握。你光划破黑夜，我想总有一个你会治愈我。最怕的不是路太远，是忘了为何活。栀子的心跳从来没有如果，一双双手缝合在坠落的花火，用全力去拼搏，才听懂那脉搏。来是我们颠簸，去是命运的开阔。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拥抱留到最后，也不染尘垢。世界再多路口，我想总有一个你会并肩走。新的故事要说。